大家分享这部真实人物改编的电影《茶花女》。这是一部以人物原型而非小说作品改编的电影。电影故事发生在19世纪前期，玛丽·杜普莱西出身贫苦，母亲早亡，她的父亲是个没有工作的瘾君子，经常和女人厮混，家里的生计全靠10多岁的玛丽沿街乞讨而来。后来一个臭名昭著的富商看上了清纯美丽的玛丽，父亲为了钱就把玛丽卖给了这个早有家室的富商。玛丽并没有怪罪父亲，因为那是她唯一的亲人，哪怕父亲只会带给她苦难，但她依然需要这个依靠。一段时间以后，父亲去看望了玛丽，他发现玛丽的情绪不太好，原来她刚刚成了女人。父亲只得笨拙地向玛丽解释这个生理现象。他拿给了玛丽一朵鲜红的山茶，说他母亲当初这样时就会在裙子上放一朵山茶花。从那以后，山茶花就和玛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来他带着花环来到教堂，结果遭到了众人的辱骂，因为玛丽是个肮脏的情妇，甚至妓女，她玷污了教堂。好在一个善良慈悲的神父救下了可怜的玛丽。神父随即了解到，玛丽只是那个富商的发泄工具，一个卑微的玩物而已。他的父亲也好不到哪去，为了金钱他可以出卖一切。玛丽的遭遇让神父既震惊又同情。这天晚上，神父让玛丽住到了自己家中，窗边那尊圣母像让玛丽吃了一惊，她下意识地抓住了神父的手。神父有点紧张，赶紧松开了玛丽。可是玛丽的美貌还是让神父情思摇曳，无法自抑。他读着圣经中那些赞美爱情与女性的露骨又优雅的诗句，玛丽听着听着顺势躺在了床上，这是她唯一一种答谢别人好意的方式。世间的道德礼法在上帝创造的欢愉面前全都不堪一击。只是玛丽万没想到，神父最后竟然会畏罪自杀。玛丽被吓得惊慌失措，一口气跑回了父亲的身边。发生了这样的事，父亲只得带着玛丽立刻逃往别处。在渡轮上，玛丽看到了一位身体病弱的贵族小姐，小姐把自己的食物送给了玛丽。看到玛丽狼吞虎咽，小姐笑得前仰后翻，好像她从未见过这么饥饿的人。小姐的父亲是位慈祥的老人，看到玛丽有些身体不适，他便给了玛丽一条毛毯，帮她擦拭了一下嘴角。他说玛丽长得很像他的女儿，他们的身体都很虚弱。玛丽一觉醒来以后，发现父亲一个人下了船，原来父亲已经把她卖给了一个渡船上刚认识的男子。男子名叫马克，是一个四处流动贩卖甜品的摊贩。从那以后，玛丽就成了他的帮手，跟着他四处流浪。玛丽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后来就偷偷地逃了出来。她上了一辆马车，就这么来到了繁华喧嚣的巴黎。后来她找了一份缝纫的工作，勉强在巴黎站住了脚。她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单亲母亲。由于女工的收入微薄，母亲总是逼着她晚上接客，稍有不从就会对她拳打脚踢。这天下班以后，玛丽跟着一位年长的女工去了剧场。她不仅是个女工，晚上时还会在剧场做兼职。她向玛丽介绍了剧院的常客，他们都是巴黎的社会名流。这里的一个歌星以前是位妓女，但现在是银行家的妻子。总之，巴黎是一个充满梦想和一切可能性的地方。美丽的女人、精明的男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出路。这时玛丽注意到了一位一脸阴翳的佩雷戈伯爵。据这位女工说，这位佩雷戈伯爵非常低调神秘。自从妻子亡故以后，伯爵的脸上总是布满了阴霾。他总是独来独往，没有绯闻，也没有任何情人。玛丽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位成熟忧郁的中年男子。散场的时候，玛丽特意去帮伯爵开门，但伯爵只是礼貌地回应了一下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表示。玛丽心有不甘，觉得伯爵看不起她低贱的身份，她就此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爬上巴黎的上流社会。从那以后，玛丽开始像其他女工一样，晚上在街头借客谋生。如果身体不方便，她会让客人看下胸前的山茶花。不料有一次，一位熟客第一次把玛丽带回了家中。只见那人开门见山地告诉玛丽说，能来他这里是玛丽的幸运，同时也是玛丽的磨难。几乎所有年轻美丽的女孩子都会在这里毁灭，她们寻欢作乐，挥霍无度，最终都将耗尽自己的生命。男人随即揭下玛丽的衣衫，将她展示给自己的朋友。玛丽立刻心领神会，今后她将成为这些人的玩物。不过与此同时，她也借此机会跻身了上流社会。从此以后，她成了巴黎最炙手可热的交际花。就在这时，玛丽再次遇到了船上那位慈祥的老人。
原来这位老人是巴黎数一数二的富豪斯塔克伯爵。当时他的女儿，也就是船上那位病弱的小姐已经离世。斯塔克伯爵十分怀念女儿，他将这份亲情寄托到了和女儿长得很像的玛丽的身上。他邀请玛丽和他一起住在女儿生前常住的高档酒店。玛丽什么也不需要做，只要陪伴他左右就行。伯爵还答应玛丽，如果感到厌倦，他随时都可以离开。后来玛丽用伯爵的名义私自买了很多东西，伯爵也并不生气，只要玛丽高兴，钱都不是问题。在外人眼中，玛丽显然是当了斯塔克伯爵的情人，但实际上斯塔克伯爵一直像对待女儿一样对待玛丽。后来有一天，玛丽再次遇到了那位冷峻忧郁的佩雷戈伯爵。玛丽眼神中流露的深情与哀怨第一次吸引了佩雷戈。有天玛丽正在听斯塔克伯爵阅读，他显得百无聊赖。这时佩雷戈突然来访，他的到来让玛丽立刻心花怒放。玛丽当着佩雷戈的面又向斯塔克要了一笔生活费。虽然斯塔克伯爵每个月给他的钱并不少，但玛丽因为挥霍无度，钱总是不够用。好在斯塔克伯爵并不生气，他有的是钱够玛丽挥霍。虽然玛丽很感谢斯塔克，但他总是像个父亲一样，而玛丽此刻最需要的除了金钱以外还有爱情。其实刚才那一幕也是玛丽故意做给佩雷戈看的，她想让佩雷戈知道他不是一般人能供养得起的。不过玛丽并不想花佩雷戈的钱，因为感情是免费的。后来两人共度了一段美妙的时光，甚至最后还结了婚。但这段婚姻并未持续多久，两人的需求并不相同。佩雷戈伯爵生性自由，总是居无定所四处旅行，并且他喜欢玛丽，多少有点将她当成了往昔的影子。玛丽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，两人最后还是和平分手。但他们并未公开离婚，玛丽保留了伯爵夫人的头衔，也算是给这段失败的感情赢得了唯一的一点安慰。后来父亲又找到了玛丽，他见玛丽已经今非昔比，便留在他的身边做了仆人。之后玛丽又换过很多情人，继续过着郊区化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玛丽结识了法国文豪大仲马的私生子亚历山大。这位年轻英俊才华横溢的男子立刻吸引了玛丽。当时玛丽因为花销巨大，早就已经负债累累，她的肺病也日渐严重，柔弱中带着让人怜爱的病态。内心敏感多情的男子似乎总是偏爱这样的女人。两人很快就坠入爱河，他成了第二个触动玛丽心弦的人。可是亚历山大并不富有，玛丽的父亲自然很不喜欢。父亲希望玛丽从男人身上赚钱，而不是获取爱情。以玛丽现在的开销，至少好几个情人才能供养得起，而亚历山大连一辆马车也买不起，他根本不够格。并且亚历山大的父亲也不希望儿子陷得太深。虽然这位大文豪在作品中总是歌颂伟大的爱情，但生活终究是生活，它和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后来玛丽的父亲故意在亚历山大面前炫耀玛丽的情人送来的金钱，亚历山大深受刺激，从此就渐渐疏远了玛丽。没过多久，亚历山大的身边就多了一位美丽的小姐，这让玛丽很不是滋味，她不想就这么认输。当时玛丽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，她经常去喝新鲜的牛血，据说可以治疗她的肺病。这天她在土耳其餐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，她邀请了亚历山大，但没想到亚历山大带了女友。其实亚历山大依然爱着玛丽，他最后质问玛丽是否要他和女友分手，然后跟他走。玛丽不但说是的，而且说就是现在。亚历山大于是拉着玛丽立刻离开了会场。两人后来在乡村共度了一段美好又短暂的时光。后来有天，佩雷戈伯爵又找到了玛丽，他还是忘不掉玛丽。他想让玛丽跟他走，但玛丽此刻早已没有了这个念头。如果选择一个共度余生的人，玛丽说她会选择佩雷戈，但她此刻已经想不了那么久，死亡似乎已经近在眼前。她知道亚历山大很快也会离她而去，但她就是想要这短暂的欢愉，也许片刻即是永恒。后来父亲让玛丽立刻回到巴黎，如果玛丽再这么下去，他们迟早会破产进监狱。无奈之下，玛丽只好再次找到了慷慨的斯塔克伯爵，但斯塔克再有钱，也已经无力支撑玛丽的开销。玛丽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她花了太多的钱。但玛丽并不感到后悔，她甚至让斯塔克变卖地产。她说他们很快就会死去，只有花钱才能感受到活着的分量。斯塔克听后愣了一下，无法相信这是年轻女孩的话。
后来著名音乐家李斯特送给了玛丽一件贵重的礼物，他只想见见这位巴黎最著名的交际花。父亲自然不想放过这个赚钱的机会，可是玛丽却显得没有那么热心，因为她刚刚收到了亚历山大的诀别信。亚历山大终究还是离开了玛丽，他说他支付不起玛丽的费用，也不想被玛丽包养。这个理由简直无懈可击，玛丽也无话可说。其实他一开始对玛丽的感情更多的只是同情。玛丽本就身体虚弱，这个打击让她的健康越来越糟。斯塔克劝她终止这样的生活，否则她很快就会死掉。可是在玛丽看来，死亡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可怕，可怕的是虽生犹死，是浮华之下无药可救的孤独。斯塔克劝不动玛丽，他也只好决定从此离开玛丽，因为他无法忍受再一次看着女儿死在面前的痛苦。后来玛丽的身体越来越差，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倒下，但她还是不听医生的劝阻，执意要回到公众的视野。这天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巴黎的剧院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，特意在面前放了一朵白色的山茶。人们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，仿佛看到了一片倔强孤独宁死也不肯凋零的花瓣。舞台下面站着她的前夫佩雷戈伯爵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千言万语只能在眼神中化作沉默。这时玛丽不停地咳嗽，她实在撑不下去，最后只得拿起茶花独自离开了会场。佩雷戈随即追了出来，他想帮助玛丽，但玛丽只是淡淡的回答一句：死亡无需他人的帮助。剧院的楼梯空空荡荡，人总是抬着头上来，低着头下去。回到家以后不久，玛丽就在病痛中离开了人世，唯一陪在身边的还是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父亲。电影的最后，亚历山大终于写成了他的小说《茶花女》，它被改编成剧目以后，一经上演便大获成功。这时离玛丽去世已经过去了5年，玛丽的父亲突然找到了亚历山大，他祝贺亚历山大现在的成功，同时也自嘲地说他卖掉了女儿的一切私人物品，甚至连玛丽的头发都被他换成了金钱。他最后向亚历山大要了一笔钱，因为他在此身无分文。他痛恨自己的无耻，突然想起了女儿临终前说的那句话：我永远也不会离开这个充满恶棍与娼妓的世界。电影也到此结束。有些人的生命就像璀璨的烟花，只为瞬间的芳华，当烟花消失的瞬间，更能映衬出夜空的黑暗。玛丽·杜普莱西出生于1824年的法国诺曼底，她15岁搬到巴黎，一开始在一家服装店找了份工作，后来凭借着迷人的笑容、美丽的身姿，很快就成了巴黎著名的交际花，或者说高等妓女。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音乐家、政治家以及艺术家，甚至不乏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，比如作家小仲马以及音乐家李斯特。在玛丽短暂的一生中，她只和佩雷戈伯爵有过短暂的婚姻，最终她死于肺结核，年仅23岁。据说死的时候，很多情人以及前夫都在身边。她获得过无数美誉，被认为是个聪慧谨慎的女子。小仲马后来根据她的经历写就了旷世名作《茶花女》。相比这部作品来说，本片的基调更为哀伤悠悬一些，同时也比很多小说改编的电影版本更为阴郁沉重。另外就是该片的配乐和服装设计都是出自大师之手，很好的烘托了电影那种哀伤诗意、充满毁灭冲动的阴郁气氛。